啊天哪，我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其实沙没有很多，你就让我叫吧。哦，好，我就让你叫。我跟你说，你腰是最痛的。哦，好，来喽。哦，你这边会很痛。哦，这样是你最痛的。天哪！怎么听尖叫声就果不其天然，哪！这是最痛的地方。还可以吗？我终于懂为什么需要这张椅子。你会痛是因为你这边本身受了伤，而不是因为说我这样头说我们再重新挂上。哦，好痛。身体的伤，沙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，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一样要先从脊椎来帮我们雨渊爸爸刮痧啦，来看看他这几年他的身体承受了多少的辛劳。对，那一样老规矩，要记得在看之前帮我们订阅一下。如果没有订阅的话，来爸爸怎么样？我的针灸真的啊，多插几针。多插几针，去他们家诊所服务的话，多插几针，加量不加价，听起来怎么好像不错？好，那我们开刮喽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身体的状况，就是因为有在做训练，所以其实肌肉算是蛮厚实的。那在脖子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胀，跟他的头，我们通常会脖子跟头的这个线条去比，那它其实是偏胀一点点的。那这边如果偏胀的话，头有的时候就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思考，那其实对于一些决策当中就不是最有效能，所以可以再更加的聪明。那我们头低一点点，会发现说它在肩膀的地方，在左肩，它的锁骨它其实是有点往上翘的。那大部分都是因为来帮我做一个肩上推的动作。做肩上推的时候，它如果这边上斜方肌太紧绷，三角肌太紧绷，有的时候锁骨就会翘起来。那这个翘起来的话，有一些古法他会拿一个共推呀铁锤把它敲回去，这样。那比较现代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开之后往下压一点点，也是一个方法，就是各派方法不一样。那往后面看的话呢，在腰的部分它是比较偏暗的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平常腰应该是比较紧绷、比较不舒服的。那在左右边来比较的话，左边这边的皮肤的光泽比较没有那么好，那左边的话比较是我们的脾胃，所以其实在吃饭的时间啊，或吃饭的速度，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开始啦，我们要先涂一点我们专业的刮痧油。你现在会很紧张吗？有一点，因为不知道会多痛。那其实之前有学过刮痧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，因为我觉得你有可能等一下没办法聊。他现在已经紧张到抖他的小脚脚了。那我们一样先从脖子开始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脖子不能够太胀，而且他这边刚刚一开始有点偏红。好，还可以吗？怎样？才刚开始而已，我们才没几下，然后肚子收，然后身体往前弯，我要弯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你怎么好像突然变成那个老灰啊一样，动作很缓慢。接下来是脖子旁边，你还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而且你还要拿麦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啊天哪，我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其实沙没有很多，你就让我叫吧。哦，好，我就让你叫。就我们观众朋友其实蛮喜欢听别人在刮痧的时候叫的，这样正常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说他们正常吗？还是说你正常吗？对，都是。好，再来这边有一颗比较硬的地方，这边就我们之前可能抱小孩或者是重训，其实这边都是比较痛。等一下，真的很痛。对，因为你的锁骨都跑起来，这边基本上是一定痛的。突然有觉得身体真的是要好好放松一下。是不是看被人家刮蛮开心？哦，他笑得很开心，仿佛现在变成了一个娱乐节目。哦，我那时候来上课就是这样。不过我那时候记得很深刻，就是我很怕痒。我那时候一度因为痒到，后来跟我搭档的那个人没办法刮下去。但通常怕痒，我们课程就是也会教。语言那时候来上是我们的专研啊，就是2天完整的课程，因为他那时候很想要来学，然后看说怎么把它跟他的诊所去做一个结合。所以那时候学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现在有办法？我现在说不出话。好啊，可以哦，认真痛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叫是可以的。可以，我们都用气密窗。而且你现在开始流汗，还蛮好的。哇！来旁边我看一下，这边是。等一下，我好想躲嘛。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我上次直播也躲了1个小时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他是太烦的。我们来挂一下体肩夹肌。哦，这里。
然后这边是正常多了。这边是练很多肩胛骨的肌群，就会比较容易在这边会有一些痧会跑出来。OK，而且你的痧偏暗，但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到非常非常暗，还行吗？还行，只是很想骂脏话。好，没关系，他会自己消。哦，你忍耐一下，这就是很痛，因为这边比较难出来。我操！这个是重训的。哇，看完大家叫，还有人来干给你刮。有一些可能会想说，真的有这么痛吗？因为其实我每次刮，我就觉得还好，但你的身体虽然还不错，就是感受是蛮高的。OK， 所以疼痛感可能会比较强一点点。然后这边是旋转肌群，就是如果你做重训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会使用到。它的沙很快，非常。对，因为它的那个气血是很足够的，然后它现在就立刻在飙汗，所以它其实比一般人在血循环在更好。然后你帮我拱你的胸椎给我，好，忍耐一下，因为这边我觉得有，这边应该是很黑的。哦，还可以吗？可是你平常呼吸其实没有到很顺哎，你吸不太进去哎。哎，对我有这个问题。对啊，你看这边都是沙，所以它大概吸到这边而已哎，它连肩胛骨才刚头而已，它根本就没有整个吸到下面去啊。对，我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呼吸困难。对啊，但直到练重训之后才有比较改善，因为肺活量有变对，好，会用那个腹式呼吸的方式。就变成说要用肚子。我们呼吸其实有用胸腔，然后当然还有腹腔、腹式呼吸，不是肚式哦。有些这种肚子这样膨胀，这也不是很好。但是其实好的呼吸是胸跟肚子其实都会一起起伏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所以它其实是后来是用肚子去带动那个动作起来，不然它这边其实是卡住的。不然我本来的呼吸是不太顺。对，你现在整个后面就超烫的，应该有点醒来吧？完全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个都是重训的，然后这个地方膨起来，这个地方是凹下去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筋膜特别紧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肩胛骨肌嘛，棘下肌的地方，下缘的这个地方是特别黑的，它的肩膀这边是有肉的，这边是有肉，这边就没有肉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是特别比较紧，那刮起来一定会比较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看，如果有训练的话，我们会去看它肉的膨胀程度，然后去看说它身上的伤口。我跟你说，你腰是最痛哦，因为我刚刚一看，我就觉得它腰是特别黑，你自己好自为之，加油。看起来特别暗。对，裤子这个地方比较暗沉，是因为摩擦比较多。那它的腰本身是真的是比较暗的。它腰那边的脊椎是不是比较多？有。那一般来讲，做重训的他可能这个地方会稍微有点凸，算是他的正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拉硬举的时候，这边吃力，有时候会吃比较重，因为有时候是真的拉很重。当然。对，动作基本上是标准的。可是当你大到一定重量100-200公斤、200多公斤上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东西一定会造成压力。了解。好，来咯。哦，你这边会很痛。哦。这应该是你最痛的。怎么听尖叫声就果不其然，这是最痛的地方，所以代表腰其实承受了非常多，超黑。这个色号跟这个色号又不一样了。我终于懂为什么需要这张椅子。实木，我快要把它捏爆了。对。哎，我可以提着90公斤走路，然后握力蛮强的，这个不错，这品质保证。腰应该真的是最痛的，对不对？超痛，那种痛不是跟刚不能比。对，上面都还算是肌肉啊，那些平常累积的疲劳也好，或重训的伤害也好，而且它刮完之后，它红很快，有没有发现？立刻开始退沙了，它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它的腰的颜色是不一样，它腰是偏黑，而且里面带紫。所以他在这一段其实是之前真的有受伤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旁边的肌肉重训核心加强的话，其实这样子的腰会就是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，真的无敌黑。里面是有结晶沙在里面。有一点，对，而且它是长在腰椎，所以
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它会影响到其实是它的排便。所以我在做重训的时候是，因为重训会有负压，所以是畅通。可是，一旦没有重训，其实排便就会变得容易不干净。真的、哦。对，会容易就是欸卫生纸用很多张，或是因为有些用棉质嘛，那就是在冲大便的时候，那大便还会卡在旁边。你是刮痧还是在下面？没有，就是你的身体。我跟你说，身体是非常诚实的。我不用看你的什么紫微斗数之类的，我光看你的身体，每一个器官要被超爆，它一定会有一个行为，因为是人类嘛。对。那人性不会改变，人的行为也就那几个动作。OK。那例如说你常久坐的人，像司机，他一定就是超按。是。那你超按又久坐，他肠胃蠕动一定不好。那肠胃蠕动不好的话，排便就会不好。所以它是，对，它其实是背后是科学的逻辑。对。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你身上，因为沙土有点像是你的历史本文，只是它的语言它不是这种可阅读的语言。OK。可是它是有故事的痕迹，那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真实的人生体验，它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。好，我已经让你休息了，所以再往前继续啊。然后继续聊吗？你的左右边啊，等一下我是猜左边又会再更通一点，就是如果相比你的右边，右边的话这边开始走扩背，以你上面的表现，你扩背基本上也会。哦天哪！然后这边是延续的，这样是整条做重训，它是走连续型的，连续型跟抗重力有关，所以我是觉得还好了，至少是抗重力，还不是什么就是可能肠胃道问题啊之类的，我倒觉得还好。你还记得？灵魂出窍。我在哪？这边其实是更痛。操！因为它在这边的痘痘，然后跟颜色都是比较暗的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的话，也都可以来上我们专业研习课。台湾北中南都有开课。好，那我就一边讲好了，因为那个我同事要我讲。我们呢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。你讲快一点。讲快一点没有比较好。没有比较好。然后嘉义有道府，彰化也有道府，然后有台南，然后高雄。好了，可以来刮痧哦。赶快去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边。你也先通知一下哦。通知了，你就可能就会说，等一下就没办法刮了。这边全部都是黑朱砂。哇，我记得。它这个今天压到会很痛，所以一定要涂我们的柔砂油。因为这边都太黑，有没有不同色号？而且它这边还带颗粒，它这个是黑朱砂。好，很多学员都会说，老师这个是不是黑朱砂？黑朱砂其实它是长这样，因为我们有黑朱砂跟点状砂，大家都会很容易把黑朱砂跟点状砂搞混。点状砂的话，通常都是他熬夜可能熬太久了，但如果是黑朱砂，通常都是他肌肉的伤害，就是例如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一样是重训，因为他有在做重训，这个是重训为主的。等一下老师，你说，你不是说朱砂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但是我想说再深入一点。通常我刮都是刮肌理性刮痧，你们学的是运动刮痧，对，不一样。对，我想要你都难得来了，我就让你刮完之后可以撑久一点。因为我们下一次，我们上次今天2年前对，然后我这一刮要撑2年。我觉得我短期内不想再看到。所以有一段就是这边空掉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于姿势。可是它断掉的地方的话，这边接下来这边是肝胆脾胃，所以它一样是断脾胃，然后脾胃又反射比较不好，所以它的脾胃跟这边是一起看的。然后腰往下的地方，这边都有嘛，腰椎下来有，然后这边剑尾椎没有，这边的前面是直肠，然后这边是泌尿生殖系统的反射，所以一样就是排便可以再更好一点。然后因为又久坐，所以这边一定要刮畅通。因为平常就是久坐太久，现代文明病就是容易长痔疮。你还行吗？还可以吗？这边都一颗一颗。天哪！而且你看它这边就不是线形了，它这边是分散的。哦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就是会偏最后直肠的这个地方的反射。等一下老师，我问个问题，我帮大家问。好，你帮大家问个问题。我先想一下。好，不是很多人都说脊椎不能刮吗？为什么脊椎可以刮？我帮大家问。对。好，这个问题很好，但是其实在研究已经有人刮脊椎了，他是糖尿病患者，那个时候已经补充给你了，你再陪我回去看讲义。讲义跑不掉。再另外一个是因为脊椎才能够看交感神经的反射的问题，它从心肺，然后从肝胆脾胃，然后从大小肠等等，这样你才看得到。OK。所以确实以前会说不能够
刮脊椎啊等，因为主要是因为脊椎后面是骨头，他会觉得说骨头太凸，可能刮不好。哦，可是实际上我们这样刮，因为器具跟油的关系，你会痛是因为你这边本身受了伤，而不是因为说我这样口说无凭，我们再重新刮上面。好好，太突然，你感受一下，其实没有刚刚那么痛。嗯，对，对，就是因为它的沙已经出来了。哦，这都沙出来了。哎，真的哎。所以杀出来后反而比较不会。哎，真的。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它跟我们在课堂上会教，它跟筋膜里面的玻尿酸浓度是有关系的。嗯，所以它才会对这种我们这叫机械作用力啊。就是这种作用力就是不会到那么痛。那你一开始你有问题的时候，它俗称呐，它只是比较大家比较好了解，就可能粘连在一起，所以就是不是那么畅通的情况之下，你这样刮你会觉得说特别的痛，而实际上你只要畅通它就不会痛。OK。然后下面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是我们今天在刮的时候，你看你现在整个超热，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腰好像在烧一样。对，我真的在发热。可是你不觉得烧完之后其实是很舒服？因为我发现其实你的腰现在是比较相对可以动的。我其实会感觉到背部是轻松的，对，是不会意识到说任何一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是你之前其实这边真的是会不舒服，比较紧绷啊，对，不太能够动。那你不太能够动的情况之下，对，你的蠕动其实就不会那么好啊，因为蠕动其实要这边的肌肉嘛。那你会看到有的人他在走路的时候，他是身体不会旋转的，但其实我们走路骨盆其实是要前后前后。可是有些人他会直接僵在那边，对，那其实对于肠胃蠕动当然也是不好的哦。但你蛮好的地方是你血液循环很足够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刮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搭配我们的柔沙油 ，OK， 对，我们刮完了对吗？后面已经好了，就是我们搭配柔沙油，持续让你的沙退得好一点，你就会觉得腰的轻松感会很明显。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排便，就是明明就有在运动，它怎么会？那个便便都卡在那边，就是可以让你的蠕动更好。好，一定要有进有出。再来是前面哦。啊，还有。对。这。你刚刚那样子就是你知道骑摩托车呀。但是少数刮的自己很开心。你好开心哦。对啊，你好开心。我这样是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我觉得你好像蛮开心。所以你知道说刮痧看品性，刮痧看人品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极度闷骚的人。帮我上个闷骚两个。你刚刚讲完那句话，我突然想要哭了。这次就真的要准备一下卫生纸了。对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身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